只是这样，你就打算放弃了吗？别让我瞧不起你。涂山璟是让他第一次又触碰到了他温暖的心，从小六变成小妖，决定要走出去是亲情。他跟相柳永远都是你进一步我退一步，就互相试探。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哭戏有多好吧，是真的编剧老师写得好，导演拍得好。长相思的每一场戏我都100%的努力在演，哪怕过场戏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角色，让大家能够看到的。秋千没了。至少这个还和以前一样，至少我们都在。那对于小妖来说，比较名场面的剧情有什么吗？很多呀。然后跟涂山璟有很多，比如说他生病以后，我去照顾他，然后帮他梳头，给他唱歌，就是陪伴的那段时间，会让我觉得是小妖就成为王姬以后是快乐的时间。其实我觉得相柳跟小妖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两个人很像，但是他们立场的问题，他们又不能够在一起真正说成为朋友，或者说再怎么样。所以他跟相柳永远都是你进一步我退一步，我退一步呢你再进一步，就互相试探的。相柳很虐我的点就是，他到最后死的时候，其实小妖都不知道原来他在相柳心中的是有这么重要的位置。他会觉得说，原来你连死你都一点念想都不想让我给我留吗？那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利用的工具吗？然后相柳又因为立场问题不得不也想去保护小妖，所以我绝不能再踏一步。两个人都说着特别狠的话，但其实内心都很柔软，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虐的。我觉得跟相柳的每一场戏都很难拍，因为相柳一出场好像就是很多的名场面。是个男人，你是男人。我更相信野兽的直觉。围绕小妖的其实有很多那种很虐的戏，每一场演起来是虐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。我觉得最难演的是我那个在梅林被刺杀的那场戏，因为我那个都是自己演，我要假装前面有那个怪兽来，然后厮斗，然后假装受伤，就我那个拍了一天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我自己在那一直吼，然后被吊起来，不是那个冰全都那个刺穿到我的那个身体，那个很难拍，因为他第一次刺呢，你就要加一点血就要停，你就演到哪儿要先停，然后加那些血呢，跟那些动又很复杂，然后就加好长时间，我被捆在那儿，然后再接着演，直到最后咽那口气，就是所以那一天就会觉得就完全喘不过气。不仅是拍摄难度大，还要兼顾那个情绪在。对，因为我是一直在一个崩溃，或者说一个就是那种马上要死的一个状态，那可能停一下我就要先断下，然后半个小时画完再接着那口气。对，你曾经欠我一命，如今又还回来了，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。
往来说，就是你的剧其实贡献了很多很悲伤的名场面，包括大家对你的哭戏其实讨论也非常多。你觉得怎么样能够很快速进入这种状态，然后呈现给大家这种感觉的呢？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哭戏有多好吧，就是可能恰巧那些桥段是真的编剧老师写得好，导演拍得好，然后我就相信了，我演出来大家看到了。就像《长相思》的每一场戏，我都100%的努力在演，不光是哭戏，哪怕过场戏，我都是很想让他能够演好，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角色，让大家能够看到的。同学，我们一起回家。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。昨晚有一个男人逼我亲她，可我现在却只想亲你。你觉得这3个角色对小妖的成长有发生怎样的改变呢？我觉得涂山璟是让他第一次又触碰他了，他到了他温暖的心。他看到涂山璟，他本来不想救他，就是叶诗琪已经成那个样子了，还在拼命的，其实是想活着。他想救下这个人，他是因为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然后后来叶诗琪给了他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跟爱，所以他会觉得说，他很想去爱一个人，好像这个人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。然后真正呢，让他从小六变成小妖，决定要走出去是亲情。他其实是不愿意离开清水镇的，他想永远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六，但他还是最终站在了那个漩涡之中。相柳就是教会他在社会上怎么能够自保。这3个人其实在他的人生历练当中都起到了不同的角色。围绕他的这3个男生，就他最后为什么选择了涂山璟呢？我觉得首先他对涂山璟就是爱情的，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说就是会选择他。其实小妖很多次也不能是作吧，就是他很故意的想看看你涂山璟是不是真的不会离开我。他会给自己心里暗示说，我试一次，这个男人走了，那好啊，那我就是心里就告诉我自己，这永远不可能了，他就这么点事情他就走了。结果他发现每一次他在试探涂山璟的时候，永远是涂山璟对他不离不弃，然后慢慢的打开了他的心，所以他就会觉得涂山璟是可以坚守永生的人，他愿意跟这个人一直坚持下去。对于你来说，你更向往哪一种身份呢？你说小六跟小妖吗？我当然希望是小妖的身份，但是是小六的日子，因为我觉得小六也很惨，因为他在那个清水镇当小医师的时候天天被打，所以我觉得他也很可怜。如果是我选，那我还是会选清水镇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责任，我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。我觉得她变成女装以后，她身上就担上了责任跟义务，她就会有一个架子勒着她喘不过气。